你的伤怎么样了？伤？那里早就好了。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身份，千刀万剐都能活，这点小伤不算什么。陆千巧，战鬼人里也有好人吧？应该有吧。仙门有邪修，人族里有恶人，战鬼人应该也有好人吧。姐妹，我不是坏人。虽然我是战鬼人，但我从小在人族长大，我从来都没有参与过当年的那场战争。虽然我也杀过人，但都是一些恶人。我在人族的军中服役过，当过芝麻小官，我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。即便遇到任何的不公，我也从来没有滥杀无辜过。我知道，我不应该跟你说这些，但我不希望你误会我，恨我。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。你是战鬼人，是我族大敌。你骗过我，但你又救过我，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抱歉啊。陆千巧，你真的不是坏人吗？我不是坏人。那你能保证吗？我保证。那你先好好休息，等天一亮，我们就换个地方落脚。陆千巧，我还有一些事情没有想清楚，再加上我要在北乡等我师妹，所以我暂时不会回中原的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还有，须陀城青红教碧水分坛，我去过了，那个驼队老板我也见过了，还有魏县的宋大人，平安客栈的老板娘，再加上对上夏玄子的那一次，不管你是谁，你都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该谢谢你。不客气。我刚才是不是太凶了，把他们都吓着了？立场不同，自然少不了争论。其实我知道，你这么生气，一方面是为了维护仙门，另一方面，其实你心里也隐隐认为，他们说的都是对的。我曾经在沙漠里看到过楼舟，那么大的船，没有水，除了飞，我想不到任何它会出现在北乡的理由。所以他们说的有对的地方，但肯定也有不对的地方。但其实，这并不是仙门好坏的问题，也不是人族好坏的问题。降帝让人族看到了机会，看到了一个可以拥有力量，不再依附他人的机会。可仙门一直以来为人族提供庇佑，自然需要他们的供养，所以仙门不允许人族脱离掌控，去到另外一条路上。你可以理解为，这是仙门和人族在争夺掌控这个世界的话语权。这样想的话，会不会舒服一些？
不能，我觉得一切都有对错，是非善恶一定存在，只不过人们在用一些东西来粉饰它。可是现在的我，还是看不穿，想不通。从我入门起，我就想不通。你说，不让我们干预凡俗世界，那还让我们修炼一身本事有什么用？在崇灵谷的时候，我就想不通，仙门和人族为何会闹到那般地步。现在的事，我更是想不通。就像你说的，不如我们再等等看，往前走，时间会给你答案的。那场大火几乎烧掉了我所有的皮肤，我也因此换了一身皮囊，可以好好的睡上一觉。那之后，我就开始到处流浪。我不能去战鬼族寻找我的母亲，人族也视我为仇敌。那时的我孑然一身，天下之大，竟然没有一处能容得下我，所以我只能隐姓埋名，去寻找我父亲的下落。后来呢？后来，我就遇到了我师父。你还有师父？他叫段仙英，在流波观闭关多年，很少有人知道他。他收我为徒，教我读书识字，练功修法。再后来，我就在人间游荡，因为我的寿命比凡人要长，容貌也不易衰老，所以我不得不频繁地更换着我的姓名和身份。起初，我入了皇宫，结识了苏太乙，后来，因为全力抽身，带苏太乙离开了皇宫，又结识了丽娘。那个平安客栈的老板娘。对，再后来我实在无趣，就当起了江湖大侠。我在江湖中游历多年，发现江湖确实有趣，人情味也浓，所以做人的想法就越来越强烈。再然后就去从军，做了县令。然后呢？再后来就遇到了你，受到了凌迟之刑。接下来的事你就都知道了。可是我都忘了，一点都想不起来。等我见到了楚音，一定让他第一时间恢复你的记忆。你醒了，陆前辈，感觉怎么样？好多了。还有点疼。你伤得那么重，自然会疼了。既然醒了，不如先把药吃了吧。怎么会苦呢？你又尝不出味道，怎知不苦？方子是我配的，苦不苦我能不知道吗？那好吧，我来吧。我们这是在哪儿？在我一个朋友家。我睡了多久了？5天了。那些人是怎么死的？我去看了他们的尸首，发现他们中了蛊，一种很阴毒的蛊，一旦中了，一生都无法摆脱。有人杀了他们的命蛊，所以他们就死了。谁杀了他们的命蛊？现在还不知道。别担心了，有我在。
我知道你打的什么鬼主意。你想算计我师姐？我告诉你，我在这儿，你想都别想。你知道我师姐心眼好，就故意装柔弱，扮成蒙冤受屈的样子，骗我师姐与你成亲。诡计暴露后，你又消除了她的记忆，假意接近，故技重施，又来一次。你现在一定开心坏了吧？觉得自己阴谋得逞了？装柔弱扮可怜，耍阴谋诡计的人是你吧？你说什么？身为夏玄子的女儿，可以从千岩窟那样的地方活着走出来，又孤身一人穿越大漠来到京城，这样的人怎么可能被几个小的乞丐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呢？小姑娘，在我面前就别做这些没用的了。对不起啊，本来说好留下来陪你的，可阿生他……没关系，又不是见不到面了。等我这边事情忙完了，我就去找你。真的？当然了。我不在的这段时候，你可一定要照顾好你自己。少喝酒。好。还有，你若有空，便与我传神，把你的近况都告诉我。我知道了。师姐，走了，时间到了。那我走了。去吧。